最近宋3岁的生活很是充实，一边网上冲浪，时刻关注着自己大孙女的最新视频，一边不知疲惫地照顾在家的姐妹呀，还将福宝已经开始了回国后的新生活这一消息带去分享给了乐宝。乐宝听到这消息后，开心的手里的冰镇墨吉托都不要了，表示我乐宝的女儿肯定差不了。而瑞宝和辉宝这里此时正由盛熙阿姨负责照看。虽然瑞宝和辉宝现在还不能像姐姐一样去室外玩耍，但在室内园区每天都有姨母和爷爷们陪其玩耍，也不会令其感到无聊。而今天的瑞宝则独自享受姨母的宠爱以及姨母带来的小零食，因为此时辉宝正在树上睡觉，瑞宝一边吃小零食，盛熙阿姨一边给瑞宝记录这可爱的样子。瑞宝早就对姨母的手机感到好奇了，盛熙姨母可一定要给手机牢牢拿好。当年宋3岁就因为过于自信，将自己水果手机深入了乐宝的园区拍摄乐宝，乐宝一巴掌上去，自后宋3岁再也没用过除3星以外的其他手机。好在盛熙阿姨在瑞宝动手之前拿出了胡萝卜，今天的瑞宝很有镜头感，盛熙阿姨手机放在哪，瑞宝就追去哪。盛熙阿姨用胡萝卜引瑞宝去小亭子一旁玩耍，自己则为爱宝收拾小亭子，而辉宝这里则在小树上睡了整整一下午。一会儿爱宝都回来了，辉宝也没有醒，看来辉宝上午没少折腾。而瑞宝这里今天则很是幸福，姨母陪伴完，现在妈妈又来和自己玩。爱宝将瑞宝抱在怀里一顿宠溺，就在瑞宝沉寂在妈妈的爱意中时，突然发现妈妈停下了。爱宝抬头一看，是通道门开了，爱宝给瑞宝留下，转头自己走回了家。瑞宝这里看到妈妈回家了，似乎在小亭子上也坐不下去了。瑞宝扭扭捏捏在回家与不回家之间徘徊着。瑞宝最后想了想，还是回去吧，毕竟现在园区已经没人和自己玩了。瑞宝走到一半，不知道又想到了什么，又停了下来，想跟爷爷玩欲擒故纵，但是却没见到爷爷身影，最后还是选择了乖乖回家。宋3岁看瑞宝跑了进去，立马给门关上了。此时宋3岁心想，能回去一个也能省心一点。瑞宝回去后便只剩下辉宝了。宋3岁来到园区，站在树下对着辉宝拍了拍手，试图叫醒辉宝。此时辉宝半梦半醒的状态是最好拿捏的，因为辉宝此时大脑还没有完全开机，辉宝就迷迷糊糊的被爷爷带下了树。宋3岁给辉宝带下树后便离开了，想着让辉宝自己跑回家，但是辉宝的开机速度有点慢，从树上下来后又在树下蹲着睡着。宋3岁眼看这也不是办法，只好再次回到树旁，将辉宝抱到了门口。看宋3岁抱辉宝时这咬牙切齿的样子，看得出辉宝现在真的很沉，感觉下一秒宋3岁就要抱不动了。宋3岁将辉宝放到门口后又离开了。此时辉宝还是没有完全开机，依旧迷迷糊糊的，心想自己这是在哪儿，自己该干点什么。最后爱宝都等得不耐烦了，走出通道门喊辉宝回家。辉宝听到妈妈的呼喊，这才反应过来，立马跟上妈妈的步伐跑了回去。辉宝回去后，宋3岁走出门，给游客们比了一个胜利的姿势，表示今天与姐妹俩的下班之争很成功。看着爱宝守在瑞宝身边睡觉的样子，这让爷爷和姨姨都想到了福宝的小时候。像爷爷和宋爷爷都表示，现在的瑞宝和辉宝行为方式总会映射出福宝小时候的样子。福宝小时候的滑梯比较高，爱宝每次趴在小滑梯上时，只能趴在滑梯的扶手上，而福宝则总是因为占据高地，偷袭妈妈。而现在爷爷们因为有了之前的经验，于是便把小滑梯做了改进，这样不仅空间变大了，而且爱宝还可以趴在平台上休息。有了福宝的一胎经验，不仅爱宝有了很多经验的累积，爷爷们在对照顾姐妹俩时也更专业了。不仅是育儿方式，很多园区的硬件设施也有了很多改变。福宝更像是先为瑞宝和辉宝提前探好了路。江爷爷常说，饲养员们最后悔的事就是和动物分别之后，后悔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没有照顾好他们。而爷爷们现在对于福宝以及瑞宝、辉宝，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其提供最舒适的环境，这才有了园区每一个细小且合理的改变。而福宝与瑞宝、辉宝还有个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出生时的环境不同。当时福宝出生时正是全球疫情时期，当时对于韩国经济前景不明，每个人的情绪都很低落，而且据韩国统计，当时感到抑郁的人们呈直线上升趋势，而且也没人知道爱宝和乐宝会不会因为舆论压力被再次提前送回国。而就在这时，爱宝给韩国生下了一只熊猫宝宝，也就是福宝。福宝出生后，让整个动物园都热闹起来，所有人都开心不已，而这份快乐渐渐传递到了韩国的每一个人身上。福宝古灵精怪的性格，再加上爱宝严格的家教，
让游客们看了都欢喜连连。同时再配合上两个爷爷，看到爱宝做福宝时，时而对福宝的心疼，福宝瞬间走红网络，成为了韩国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直到现在，想必韩国家家户户都有听过福宝这个名字了。而瑞宝和辉宝的出生，正是疫情后经济渐渐恢复的状态，所有的条件和设施都得到了改善，而这些都是福宝为瑞宝和辉宝打下的基础。因为妈妈和爷爷有了照顾福宝的经验，所以现在照顾起瑞宝和辉宝来更专业更精细了。直到看到瑞宝和辉宝在小泳池里玩水的样子，我才理解爷爷们为什么总说自己经常从瑞宝和辉宝身上看到福宝的影子，像是给福宝复制粘贴了两个出来。姐妹三个这玩水的样子，以及玩水后身上这脏兮兮的样子，一贯的挖眉风。除此之外，姐妹俩现在都开始向往世外园区的生活了，这和福宝小时候一模一样。如果将姐妹三个放在一起，姨姨们能分别出谁是谁来吗？而这周爷爷除了忙着整理陪福宝回国的事情以外，瑞宝辉宝这里爷爷也没有落下。爷爷对宝家的爱一直都是平等且均衡的，只不过等将爷爷陪福宝回国适应的那几天里，瑞宝和辉宝就只能交由宋爷爷和盛熙阿姨照顾了。而这周江爷爷还抽空记录了一下瑞宝和辉宝在房间里的调皮样子。江爷爷早上来看瑞宝辉宝，辉宝正忙着玩饮水盆里的水，像是已经吃饱饭了，而瑞宝这里正独自在爱宝怀里干饭。江爷爷看着瑞宝这背影表示，瑞宝有点像蜡笔小新。辉宝自己折腾了一会儿，走向了妈妈和姐姐。爷爷猜想是辉宝也饿了。瑞宝听到声音后回头望去，发现妹妹过来了。接下来瑞宝的动作细节建议纳入北影教材。瑞宝向外挪动了一下身子，表示妈妈这里已经没有空了，挤不下妹妹了。而小脑袋和小嘴巴则在不断摇晃，拼命的吮吸着，争取在妹妹来之前多吃2口。辉宝表示姐姐不用担心，自己不是来和姐姐抢奶吃的。原来辉宝只是感觉无聊了，想和妈妈姐姐玩耍一会儿。辉宝扶着妈妈的身子爬到了妈妈的头上，辉宝这是在用一种很新颖的方式霸占着妈妈。辉宝3、2下爬到了爱宝的头顶，但现在辉宝已经40、50斤了。爱宝表示太沉了，一侧身子给辉宝扔了下去。爱宝让辉宝老实一点，看看姐姐多么听话。但辉宝相比于吃奶更想玩耍，而爱宝这时则默默地看向了远处，心中再次默念轻声的轻声的。辉宝被妈妈训斥了一顿后，转头来到爷爷身边，开始折腾爷爷。淘气的辉宝试图抢夺爷爷的新手机，给手机镜头都弄反转了，这将爷爷可不干，因为这个手机还要带着去中国，方便和中国的专家交流福宝的事情。将爷爷牢牢抓着手机，将爷爷对辉宝讲的道理，但是有点对辉弹琴的意思。爷爷说爷爷的，辉宝则自己干自己的。2个爷爷总会对瑞宝和辉宝无能为力时求助于爱宝。今天爱宝和瑞宝都出门营业了，但辉宝却迟迟不出来，宋爷爷便求助上爱宝了。爷爷的声音都颤抖了，但下一秒爷爷又担心上了爱宝的屁股。爱宝表示奶爸讨厌，分明就是在嫌弃自己胖。这下宋爷爷只好自己去叫辉宝了。宋爷爷在通道门口不断呼喊着辉宝，终于给辉宝喊了出来。相同的事情在福宝小时候也发生过，比如福宝在室外玩嗨了，不想回家时，爷爷就会求助爱宝。不过爷爷当时总会被爱宝的美貌吸引走，常常忘记自己要干嘛来着。但当福宝独立后，回家问题变成了难题，想必这也是以后瑞宝和辉宝的难题。就比如天都黑了，福宝都没有想从树上下来的意思，而爷爷因为担心福宝的安全，根本不敢下班，更别提回家了。而且自己一把年纪了，更别提爬上去抱福宝下来了。江爷爷能爬上去，但应该会和福宝一样，俩都下不来了，只能在树下不断呼喊着福宝，让福宝可怜可怜自己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在爷爷这里，爱宝就是2个爷爷的避风港，孩子犯了错事儿找爱宝，自己搞不定孩子时也找爱宝，就连乐宝挑食时，爷爷们还要告诉爱宝。爱宝这些年来默默承受的也挺多的，而爷爷们对于爱宝的照顾，除了言语上以外，更多的是体现在行动上。当爱宝2次怀孕时，爷爷们都是饭来张口的伺候着爱宝。除了这些，爷爷们害怕爱宝没有食欲，还会为爱宝找来各种各样的竹子，让爱宝开胃。而且早在夏天时，爷爷们便为爱宝储存好了竹笋。因为韩国气候的特殊原因，如果冬天想吃到竹笋，只能在夏天时进行低温存储。宝家的爱都是相互理解、相互付出的。